好的，各位朋友，大家晚安，歡迎大家來到這一次的二測測試伺服器的報告內容啦。那老實說，這個二測並沒有讓 Blake Griffin 跟 Chris Paul 改的特別多，所以呢，關於他們的改動的部分，我們會放在影片的後面再來跟大家講。那麼今天要為各位介紹的主角就是眼前的這位 Miles Turner。如果你去年是有看雷霆跟六馬的總冠軍賽的話，應該對這個 Turner 不陌生哦，也因為他在去年季後賽出色的發揮，讓他直接薪水3級跳，馬上就被交易到公鹿去領高薪了。他目前也作為一名稀缺的空間型中鋒，在公鹿隊活躍着。那麼事不宜遲，我們馬上來看看 Miles Turner 吧。南開高熱，爽就站起來啦！好，例會跟模組如圖所示，相當的還原，沒啥毛病。再來，我們看看屬性。那如果說要找一個空間型中鋒來做對比的話，拿橙卡來比就有點過分了，我們就用紫卡來比吧。那紫卡呢，我認為用 Brook Lopez 會比較合適一點哦。那麼他應該是目前所有中鋒當中三分數值第2高的球員。另外還有一名中鋒 Jokic 跟他一樣是108點。那麼目前三分最高的還是 Brook Lopez。再往下看，籃板數值也輸他9點，不過彈跳倒是高出非常多，這個也讓他呢更有搶高板的優勢了。好，再來徽章的部分呢，第一個徽章挺尷尬的。老實說，他在有中鋒隊友的時候，投籃命中率加6%，但是你可以想象。這一隊裡面如果同時有 Turner， 然後又有另外一名中鋒，哇靠，這一隊速度也太慢了吧！到底要怎麼防？我真的搞不懂。那如果說你沒有中鋒隊友的話，籃板競爭值永久加10點，這個還不錯。而且要注意哦，它只限定中鋒哦，大前鋒是不行的哦。所以如果你想要把它用來當做空間點拉出去，但裡面放個羅德曼，很抱歉，沒有投籃命中率加6%的這個加成。好，再來2徽章一樣是一個過渡徽章，我們跳過就好。最後一個3徽章是一個疊加型的被動技能哦，可以增加它的無球移動速度，還有蓋帽距離，最多可以加到0.15米。夥伴的部分是彈跳、籃板，還有3分。好，再來我們來看看技能說明吧。大招動能之網就是一個主攻後把球丟出去的技能，這個就是 Brook Lopez 2.0。不是啊，設計這個角色的人到底是有什麼問題啊？怎麼這個人轉到公鹿隊之後，技能跟公鹿隊的 Brook Lopez 一模一樣啊？那注意，它這個地方有寫到蓋帽範圍和蓋帽成功率大幅增加，但是沒有360哦，你必須要有被動技能的加成，才有360度的蓋帽範圍。好，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講到它的被動技能啦，動能領域。那這個角色非常特殊的地方是，它會在這個3到5米之間會有一個發着閃電光的領域，你只要在這個領域內，你就可以享有各種加成，比如說你的無球移動速度，還有運球移動速度會大幅增加，然後蓋帽角度會到360度。所以，如果你今天想要用大招去到3分線那個地方，想要後帽投籃的話，很抱歉，它可能沒有辦法。總之，你只要在這個3到5米的範圍之間，你就會非常的牛逼，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啊。另外，這裡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技能，就是你在這個3到5米間發動特定的技能之後，你可以擁有這個免疫硬直的狀態哦。那我們來看一下天賦裡面的但書寫什麼。他說你在使用這個強力箭頭，那什麼叫做強力箭頭呢？就是你待在這個閃電區域內，你會開始充能。你有沒有看到底下有一條開始慢慢在充能，對不對？好，充完能充到滿要6秒鐘的時間，充滿之後你使用完這個衝刺，在這個範圍內你就可以免疫硬直。記得是所有硬直，包括各種被打、擋拆、卡位、撞退、突破、晃倒、拉扯，全部都可以免疫。具體的特效，我們等一下後面練習場用一次給大家看。當然呢，這個代價是很高的，就是你必須要先充能6秒，充能6秒之後呢，你要用完衝刺，然後剛好站在這個3到5米的範圍內，你才可以免疫硬直哦。所以雖然免疫硬直聽起來很屌，但是呢，發動的條件相當嚴苛，我覺得看起來比用起來屌。那麼另外，你發動了這個免疫硬直的狀態之後呢，對手的籃板競爭值也會減少，然后自己的籃板競爭值也會增加，還有也可以增加對手的受干擾範圍哦。所以能不能打馬龍呢？我覺得好像還不錯，因為馬龍的被打技能大部分都是在3到5米之間去發動嘛，對吧？那再來就是他的主要進攻手段啦，簡單持球。那這個我們等一下在後面練習場的時候再來跟各位解釋一下它要怎麼使用吧。好，再來，你在這個3到5米的範圍內，你可以使用一個扣籃的專屬技能，那它也是有2點的，可以從扣籃換成上籃，另外也給了它一個補扣的技能哦。好，再來是它的蓋帽技能，蓋帽技能天生就是240度。
那如同剛剛說的，你如果是在動能領域當中呢，那就是360度了。好，再來，它也是有一個接球速投的技能的。那這個接球速投的技能也是可以傳球的。控衛兩宅什麼東西呀？好，再来，這個就是我們剛才講到的強力箭頭。簡單來說，就是你不管是在進攻還是防守的時候，你只要待在這個閃電的區域內充能滿6秒鐘，底下這一條充滿了之後，你就可以享有1次的衝刺機會。那不管是在進攻還是防守都可以使用。那進攻呢，大概就是讓你去跑出空位3分，或是跑出進攻空檔。那防守的話，如果你剛好跑在這個範圍內的話，你就可以觸發硬直免疫。以上這大概就是他所有的技能說明了，算是蠻簡單的一個角色。但爆不爆力呢？我覺得好像還好，畢竟是史卡，我們也不能要求太多了。好了，接下來我們就進練習場來看看他的技能特色吧。好，再來我們就講到他的主要進攻手段——簡單持球吧。簡單來說，這個角色他的進攻呢，通通都是由這個叫做簡單持球的被打動作來發起。透過這個被打動作呢，你可以決定你要往前再多一段突破，然後去做投籃或上籃，或者是灌籃。你也可以在被打完之後直接銜接一個後仰投籃，這個也是 OK 的。那麼大概也是在這一個3分線到5米線之間呢來做發動。那你可以決定要這樣子衝進去灌籃或上籃。那在他的技能表當中，你可以看到他這個招式的銜接並不多，而且速度也都算蠻慢的。好，另外呢也給到了他一個補扣技能，不過這個補扣的範圍非常小哦，你看這個範圍就只有這麼小而已。然後他同樣有着3分的擊球速投的技能。那另外這個擊球速投的技能也是可以去傳球的，所以你發现你被對方踩到，你就可以像這樣子把球傳出去。好，再來我們就要講到它的抵抗硬直的這個機制了。好，各位可以看到現在我腳下的這一條是全滿的，對吧？那它要怎麼把這一條充滿呢？很簡單，就是你只要待在這個3到4米這個發着閃電的地方，它就會慢慢的充滿。那充滿總共需要6秒鐘的時間。如果你在充電的期間離開這個區域的話，這個黃條就會緩慢的減少，所以呢，你不能夠離開這個區域太遠了。那當你充滿了這一條之後，你就可以去使用這個衝刺技能補到這一個範圍當中。那麼當你用完衝刺，並且在這個範圍當中的時候呢，你就可以去抵抗被打了，大概就是這個意思。好，你現在看到我現在身上這條是充滿的，對不對？好，接下来我衝刺過去之後，他要被打我，這個時候我就可以有一個抵抗被打的作用哦。但是這個要求的條件就非常的嚴苛哦。首先你必須要像我一樣腳下充滿電，然後充滿電之後呢，剛剛好衝刺到這個範圍內，接着是3秒鐘內，他如果想要撞你，這個時候我們才能夠抵抗對面的被打。只能說，如果你想要發動這個抵抗被打的技能呢，那真的是要相當熟練使用這個角色才可以。不過它的好處是，它在這個範圍內的移動速度之快，哇，你可以看到非常的快。所以它如果說要做到一些攻框的補防，我覺得都還是可以蠻及時的補防到的。好，那它在進攻的時候，只要底下這條滿了之後，那一樣是可以去使用一個空切的。我可以快速的衝到3分線，然後去做一個接球速投哦。但是不管你是在進攻還是在防守，你要使用這個空切的技能，你就必須要站在這個充電區域內充6秒鐘，你才有辦法去使用剛才我們講的這些空切跟抵抗硬直的技能。好了，那這大概就是關於 Myles Turner 的所有技能展示啦。好，接下來讓我們來看看關於 Blake Griffin 跟 Chris Paul 比較重要的幾個改動吧。那一些關於數值方面的改動，我們就不特別介紹了，大家文字自己看過就好了。那我認為對於 Blake Griffin 來說，比較重要的一個改動，應該就是他的空接技能吧。他的空接技能現在沒有辦法變成2點了，他只有1點的空接技能了。所以你就等於說，你少了2招要猜拳，但是你還是有很多段要猜。比如說我在空中單手拔起來，突然換雙手，或者是我雙手拔起来，突然換單手。我是單手拔起來，然後單手旋轉灌，跟我是雙手拔起來，双手旋轉灌。所以我認為這個算是小改，沒有什麼太大的差別。那另外就是新增了一個在補扣的砸扣發生的時候，命中率會大幅下降的彈書哦。假設對面任何一個人起跳，估計是高幾率不會中的啦。這大概就是 Blake Griffin 的改動了。我覺得還好，無傷大雅，對這個角色的威脅性沒有什麼特別大的影響。那關於 Chris Paul 呢，一些數值面的改動，我們也不就多做說明，大家文字看過就好了。好，第一個是他在防守開啟大招的狀態下，他的這個衝搶的技能呢，變成 CD 要8秒鐘。那其
其中一個我覺得比較大的改動應該是在這裡。好，你可以看到在它的技能說明當中呢，就寫着它擋拆生效角度已經變成180度了，不再是之前的240度了。當然，如果你的隊友擋拆角度是大於240的話，就是取最高值啊。基本上 Chris Paul 的改動大概就是這樣而已，我覺得沒有什麼太大的調整。那如果說你想要知道一些數值方面的改動，可以看我的影片下方的說明欄，有寫着所有角色的改動哦。好，總體而言，我覺得這幾個角色都不算是大刀啦，小洞而已。那 Blake Griffin 就算是砍了他空接的1-2點，我覺得他本身的灌籃就已經夠有威脅了。當然，最後還是要說一下，雖然已經是2測了，但是畢竟這還是測試伺服器了，最終上線的效果是什麼，我們並不知道。所以就請各位期待一下這些角色正式上線吧。好了，我是台灣耳男，我們下部影片見，各位，拜。